没有出阶秘典，那7界圣府的天道秘典都有哪些阵法？楚风问。随后借天念便将7界圣府那天道秘典上的所有阵法名字告诉了楚风。楚风发现与自己所得的几乎一样，这样来说，只是没有出阶秘典，其他的与我所得到的一样。但既然是出阶秘典，说明还有更高级别的，那我所得到的多半也不是完整的。楚风分析道，很有这种可能，毕竟祖武界宗的所有也都是远古时期的传承。借天念道。之后楚风又与借天念聊了很多，大多数聊的都是关于自己母亲的事，而借天念也是知无不言。但关于最后一次见其母亲时，其母亲的修为，借天念则并不知晓。楚风母亲有意隐藏修为，几乎没人知道她消失前的修为。姨母听闻7界圣府有很强大的力量，可是真的？楚风问。在楚风的认知中，自己的父亲很强，否则不可能留在自己体内的一座守护阵法便具有那等威力。借天染就算实力不凡，可楚风觉得自己的父亲未必不能将其战胜，而外界一直传闻7界圣府内有强大的力量。楚风觉得，若是传闻属实，那真正阻挡了其父亲救其母亲的，必然就是那股力量。面对楚风的问题，借天念一直都会立刻回答，可是这个问题，借天念却有些犹豫。姨母若是不方便说，可以不说。楚风说道。有。借天念给出了答复。是怎样的力量？楚风问。具体我也不清楚，我接触不到那个层面，只知道是很强大的力量，能够护我7界圣府安然。关于这件事，你若想具体了解，也许有一个人能够解答，只是不知道那位现在何处。借天念道。是谁？楚风问。摘星道长。借天念道。原来是那位前辈，他会知道关于那力量具体的事情吗？楚风问。他应该知晓。借天念道。听到这里，楚风心中则是有了底。摘星道长与借天染都是界灵仙王的弟子，他的身份和地位自然无需多言，但因理念不合，早就离开了7界圣府。之前江靖宇曾给楚风一个占卜竹简，据说那占卜竹简能够找到摘星道长。本来楚风就想找一下摘星道长，看看能否从他那里得知关于其母亲的事，只是后面因为一些事而耽搁了。但是现在楚风倒是可以去找了。之所以暂时放下继续寻找钥匙碎片的念头，是因为楚风意识到了危险。这一次若不是运气好，刚好得到了天道秘典，又刚好遇到了图腾9道，必然会被7界圣府抓住。而有了这次的事情，7界圣府的防备必然更为缜密。楚风不想冒险，想等一等，等到神路的力量恢复后再去探索。毕竟现在楚风2道钥匙碎片在手，就算借天染拿到其他3个钥匙碎片，也无法进入祖武界宗主城。接下来按照借天念嘱咐，休息了1日后，楚风才继续修炼。后面的修炼是修炼1日便休息1日。楚风将借天念的修炼资源炼化之后，未能突破，便又将图腾9道给他的修炼资源全部炼化，总算修为突破到了神袍巅峰，圣龙神袍境。虽说楚风的逆天战力早就堪比圣龙神袍，他现在突破到圣龙境，只对结界战力而言没有变化。毕竟他结界之术方面的逆天战力还没有打破大境界限制的地步，但是只论破阵能力还是有不小提升的。就比如使用出阶秘典的话，倘若之前是真龙初期破不开的阵法，楚风能够破开，那么现在真龙中期破不开的阵法，楚风也能破开，甚至真龙后期破不开的阵法，楚风都可以试一试。这对于界灵师而言已是非常恐怖了。最主要的是，下次再突破，楚风也将踏入真龙界灵师之列。而当突破之后，这片竹林也是彻底干枯。楚风早就看出竹林是宝物，但却也是消耗品，甚至浇灌竹林的宝物也是无价之宝。为了他此次修炼，借天念可谓是费心费力，这样的修炼资源他完全可以给他的儿子使用。以借天的天赋，必然也会有不小的收获。可是借天念却偏偏给了楚风突破了。借天念声音响起，没了竹林的干涉，楚风也能够在很远的地方便看到借天念。楚风一个瞬移便来到了借天念的面前，突破了，多亏了姨母的帮助。楚风笑道。经过几日的相处，楚风对这位姨母已是基本信赖，没有了那种警惕后，相处起来自然轻松了许多。是你的天赋好。借天念笑道。姨母，这些修炼资源乃是无价之宝，你为何不留给借天？楚风问。本来就是为天寻找的，但得知了你的事，我想你更需要。借天念道。听闻此话，楚风心中有些不是滋味。短短几日相处，他在借天念的身上体验到了宛如母爱般的关怀。虽然对借天印象不好，但对自己的这位姨母，楚风印象极好。可借天毕竟是借天念的亲生儿子，借天念又岂能不关心？从这些修炼资源本就是为借天准备的，就可以看出他很关心自己的儿子。可是楚风伤害过借天，抛开是非不谈，伤害过是事实，但借天念从来没有怪过楚风。如若不然，就不会将本为借天准备的修炼资源给楚风使用了。甚至楚风不问，他都从来没有主动说起过，也没有提起过借天。这使得楚风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了姨母对自己的好。可借天的个性，楚风觉得日后很难化解。若真的杀了借天，这位姨母想必也会难过。姨母，你明知道我对7界圣府有威胁，甚至对你儿子有威胁，为何还要如此帮我？楚风问。我知道你是7界圣府的敌人，是天儿的对手，可你也是我的外甥，因为立场原因，我也是有所限制，只能尽微薄之力。但若可以，
我真的很想替冉青照顾好你，只是姨母确实能力有限。说这话的时候，谢天念竟满眼惭愧。姨母，若是有一天我杀了谢天，你会怪我吗？楚风问。听闻此话，谢天念短暂沉默，旋即笑着说出了4个字：我不知道。这4个字便是他真实的心境。看在姨母的面子上，只要谢天不伤害我在乎之人，我可以饶他一命。楚风说道。只是对于此话，谢天念却摇了摇头，旋即双手抓住了楚风的肩膀，语气温和而认真的开口：楚风，记住，无论何时都要先为自己考虑，不管任何人，只要威胁到你的生命，必要的情况下，你都可以不必留情，哪怕这个人是谢天，又或是我与你母亲的父亲，甚至哪怕是我，你都不要手下留情，一定要保全自己。这是姨母对你的嘱咐，你一定要记在心里。谢天念说这话的时候，满眼的关切。未来的很多事他无法确定，但当下他是真的担心楚风。